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真言。有着軍中妖姬之稱的中國歌星湯燦日前高調復出，參與春晚錄制活動。據傳湯燦的入獄與彭麗媛的插手有關。有分析認為，以湯燦被捲入反擊政變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其不良生活作風，竟然能通過春晚嚴格的政審，說明背後的勢力故意讓湯燦惡心一下習近平和彭麗媛。2026年2月20日，有着民歌天后之稱的歌星湯燦出現在北京，參加亞洲衛視第9屆天南地北大聯歡春晚錄制活動。這個節目將在2026年中國新年期間，在中央新影中學生頻道、亞洲衛視和新華衛視網絡台同步播出。天南地北大聯歡是一檔特別晚會，俗稱品牌春晚。雖然比不上中共央視在除夕晚上播出的最高級別的春晚，但因是打着央視的名義播出來的，所以央視對參演人員的政治審查和身份審查非常嚴格。而湯燦捲入了反習近平的謀反大案，而且用中共的話來說，湯燦個人生活作風敗壞，還有過入獄服刑的犯罪記錄，因此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出現在中共央視這種黨媒核心的平台上。但現實中，湯燦不僅進入央視系列的平台，而且非常高調，並當作晚會台柱子推出來的。天南地北大聯歡的宣傳海報就是用他的形象，在曝光出來的晚會舞台照片中，湯燦佔據 C 位。據報道，湯燦在錄制現場一共唱了3首歌曲：開門紅、祝福祖國、故鄉明月光。從曝光的錄制花絮來看，他當天換了4套造型。引發外界關注的是，在錄制節目的當天，他並沒有配備專屬座駕與隨行助理，而是自己坐網約車趕往場地，而且還自己拿着演出服裝進會場。有網友認為，這與他昔日享有大小軍銜待遇、出入名車接送的待遇相差甚遠。不過，分析人士認為，他甚至都沒有自己的助理，說明他的演唱事業還處在擱淺的狀態。這顯示他本人並沒有想復出，或者說他並沒有做好復出的準備，而是高層指定他，要求他出席這次春晚活動。他是奉命行事，應該是被一通電話招到現場的。中共官媒《中國日報》報道稱，備受矚目的2026年第9屆天南地北大聯歡的春晚，在北京星光影視園完成了全部錄制工作。該報道提到有湯燦、劉子璇、曲大雷等知名藝人悉數登台。在這篇中共官媒的報道中，湯燦的名字排在參演藝人名單的第1位，顯示他的地位不一般。而且根據其他中共官方媒體的報道顯示，湯燦本人唱3首歌，這幾乎就等同於台柱子的待遇和規格。在多年以前，湯燦因為和中共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等高級將領們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因此獲得軍中妖姬的江湖名號。當時還有爆料指出，湯燦不僅和重慶前政法委書記薄熙來、軍委副主席徐才厚、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前公安部部長李東生這4個人都有私密關係，他甚至還可能捲入了薄熙來、周永康集团的政變，在其中充當某種聯絡人的角色。湯燦後來被秘密判刑7年，在湖北省咸陽市女子監獄異地服刑。2016年6月，騰訊的品牌新聞腾讯探针發表了一篇題為818失聯的女歌星，5年過去依舊去向成謎。該文雖然沒有提到這名女歌星的名字，但從文章的相關背景和內容顯示，寫的就是湯燦。報道特別提到，從湯燦失聯以後，該記者始終沒有查到包括司法機關、政府部門及權威媒體在內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正式發布過關於湯燦的涉案、起訴、審判等相關消息。記者後來採訪到一個接近湖北省咸寧市女子監獄的內部人士，該人向記者透露說，湯燦的確在湖北省咸寧市女子監獄服刑，用的是化名鄒艷，一般人無法通過系統內的犯人名單查到這個名字，
而且鄒燕是以經濟犯罪的罪名入獄。該知情人披露，湯燦在獄中做一些雜活，也對獄中的文藝演出做一些指導。因服刑期間表現良好，獲得減刑。湯燦在2016年新年前後出獄。總體來說，關於湯燦的信息非常少，處於高度保密狀態。他本人也極少露面。直到2018年，網上流出他身穿紅裙與看望他的老師的合影照片，從中發現湯燦顯得憔悴了。時事評論員唐靜元指出，當年坊間流傳湯燦被整的原因是彭麗媛插手導致的，因為彭麗媛和湯燦師出同門，算得上是師姐師妹的關係，也可以說都是民歌界的大咖级的人物。據說他們2個人原本就明爭暗鬥，都想爭一爭民歌第一人的江湖地位，再加上湯燦和薄熙來、周永康的關係極為密切，而他们要政變的對象正是習近平，因此當時流傳一種說法，即彭麗媛對着湯燦案插手，公仇私仇一起爆，導致湯燦入獄。但這些傳聞目前還無法證實其真偽。但公認的事實是，對於習近平夫婦來說，湯燦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。湯燦和彭麗媛也存在着一種做蹺蹺板的關係。如果彭麗媛那頭翹得很高，湯燦那頭就會被壓到谷底。旅美時評人江峰在 X 平台發帖指出，妖姬蟹國母懸，這幾天消失了10幾年的軍中妖姬湯燦，竟然在中國新年前夕露面了。雖然是邊緣的春晚，雖然是坐着網約車去錄節目，雖然沒有助理，自己拿着服裝，但這是驚天動地的信號。原因很簡單，湯燦是彭麗媛當年的死敵，是被國母親自打入冷宮的人。如今他大搖大擺的復出，這說明彭麗媛在軍中和文藝口已經失勢了。有人故意把這張舊傳票翻了出來，就是要當眾打習近平和彭麗媛的臉。唐靜元指出，在張幼霞和劉振立剛剛出事的敏感時期，中共黨內的分裂已經近乎公開化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像湯燦這樣被貼上反習陣營風雲人物標籤的人，居然登上央視平台高調演出。如果不是因為有特殊的後台和特殊的原因，導演絕不會找這樣一個爭議極大、搞不好會惹火燒身的人去當晚會的台柱子。一個人竟然唱3首歌，說明這件事絕不是偶然發生的，背後一定有必然的原因。湯燦復出這個事件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是被有意安排上台演出的，並不是他擁有多硬的後台安排他參與央視晚會。因為如果是這種情況，他的表現就會非常有範兒。而安排湯燦上春晚的目的就是為了對沖習近平夫婦，因為湯燦在政治上可以說是習近平的對頭，在演藝事業上是彭麗媛的對頭。這次湯燦高調復出所釋放出的信號是，習近平並沒有大局底定，有人想用湯燦公開的惡心他一下。說到春晚，最近還有一條引人關注的新聞，曾被譽為宇宙第一網紅的 Papi 醬，近日因一支吐槽短片再度陷入輿論漩渦。2月20日，這位以變聲短視頻成名的中戲導演系才女上傳了一段名為《想象中的春晚導演組》的視頻，因辛辣諷刺春晚審查制度，在不到48小時內便遭全平台下架。在視頻中，Papi 醬一人分飾多角，扮演藝人員與導演組成員，深度還原了春晚節目被層層否決的荒誕過程。片中他輪番說出“這不好笑，砍掉”，地獄梗太多，不能過，太搞笑了也不行，一點正能量都沒有，再等等，過幾天再砍等台詞。影片諷刺春晚審查標準前後矛盾，審核流程僵化，時常控制混亂，以及強行塞入過時網絡流行語等問題。這個不錯啊，好笑程度適中，這個能量也挺正的。但是咱們現在這一段小品啊，得控制在8分45秒左右啊。導演，這個小品17分鐘呢？17分鐘的咱們就改一改好吧，掐頭去尾，中間砍掉，下回審咱們再看。影片上線後，相關詞條迅速衝上熱搜，大量網友稱讚太真實了。儘管影片標注虛構演繹，僅供娛樂，但仍在48小時內被全網移除，轉載片段也陸續遭刪除。據行業人士透露，
因影片觸及春晚創作與審核的敏感環節，被平台判定為高風險內容，因此遭到強制下架。不少網友直言，影片被下架本身就證明內容太貼近現實了，所以不能留。說實話的總是最先被開刀。輿論迅速發酵後，影片中的太好笑了迅速成為網絡熱梗。大量網友開始自行錄屏，並在微信群、微博中瘋傳，把使影片越傳越廣，形成越刪越火的效應。事件發酵後，多家網紅經紀公司開始加強內部審核，提醒旗下創作者避免調侃大型官方活動或主流文化節目，以免引發風險。現年38歲的 Papi 醬畢業於中戲導演系，2016年以變聲短片在網絡爆紅，憑借對日常生活與人性弱點的辛辣調侃迅速走紅，被稱為2016年中國第一網紅。他曾自稱集美貌與才華於一身，並於2016年成立藝磊影視文化傳播信誼工作室，從事影視策劃、制作、公關等業務。但該工作室於2021年10月注銷，當時他在愛奇藝上的影片也都全部被下架，平台要求他重新剪輯涉及敏感語句的內容，修改後才能重新上架。當時不少粉絲猜測，他遭封殺的真正原因可能與模仿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有關。他曾在某期節目戴上寬邊眼鏡，模仿江澤民2000年怒視香港記者的名場面。Too young,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。美國的華萊士比你們不知要高到哪裡去，我跟他談笑風生。這次諷刺春晚的視頻被下架，再次引發了公眾對創作自由與輿論環境收緊的深切擔憂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